3年前，我曾在学校见过一个龙国老院士，他握着我的手告诉我，我国的高端芯片已经足足等了30年。可是你连最基本的团队都没有。那我就当第一个。今日他们没封锁，是他们仁慈，但若明日他们举起屠刀，我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有一天国外封锁了龙国芯片，我会后悔的。这并非危言耸听。小天，你知道的，我是怕你没落。我曾经发誓，我要用我的学识，带领国家的高端科技走上第一梯队。哪怕路程充满着困难与挑战，手里有剑与有剑无用，那是两回事。我愿意做那个为国家铸剑的人，哪怕耗尽我毕生的心血。好吧，祝你成功。这是你的研发奖金。肖博士，久仰大名啊！我是聚优科技的王波，专程来接你。不必了。肖博士，谁啊？肖博士，我听说伯母身体不好，我特意带了长白山百年人参。王总，有事就直说吧。我们聚优科技公司想请你研发国产 AI 及智能芯片，国内没有人能烧得起这个钱，还是请回吧。肖博士，为期3年，成功上市后给你80%的股份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只有您才能让我们被卡脖子。要我答应可以，但必须约法三章。您说，第一，3年内我不要薪水，公司上市之后我要实打实的20%的股份，不准代持。第二，研发团队必须由我全权负责，董事会不得干扰技术路线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所有技术必须留在国内，不得泄露。没问题，我保证整个团队以你为核心，所有事情均由你做主。肖博士，我们的 AI 模型通过了图灵测试，并且芯片良品率达到了99.99%。你终于熬出头，真是啊！你看成功，你错开一点，终于成功了。感谢各位3年来不断的努力，我在这里谢谢各位。只是研发还差最后一步，我们的经费还差一些。不用担心，等会我会联系王总，相信他一定会把经费给我们的。王总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现在的研发还差最后一步，需要一笔资金。大家都在，我宣布一件事情：从今天开始，聚优科技公司的总裁为王宇先生。什么？就这 ，AI 架构落后业界至少3年，芯片制成连5年前的水平。你懂个屁！这是全球首款3纳米量子芯片，领先行业70%，你把他们当垃圾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王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肖博士，公司要上市，总得请国际人才吧？不过你放心啊，答应你的股权。你这是过河拆桥！提醒各位，所有研发专利都归公司所有，你们不过是公司养的狗。王总，这股份我可以不要，但是资金你一定要给我，我们这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以后公司的 CEO 是王宇先生，有什么要求跟他请示去。王总，3年前你答应过我，让我来主导这一切，你难道忘记了？小天呀，小天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？你别忘了，这些研究方向都是我提的，如果没有我站内的眼光，你们能研究出来什么？王总，这3年来是肖博士带领我们从零到一研发，若没有他，公司连 AI 的影子都看不到。站住！
你给我闭嘴！如果不是我的钱，你们连实验室的大门都进不去。这栋楼还有这些设备，这都是我的，我的。如果不是一开始我制定的方案，你们连研究什么都不知道。战略眼光，王总，你连3纳米和7纳米的区别是什么都不清楚吧？萧天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真把他当人？一个连国际期刊都没上过几次的土专家吧？我在德国跟着汉斯·克劳斯教授做研究的，他还在国内实验室打杂吧？汉斯·克劳斯，芯片有很多个不同的部分组成，跟上芯片和下芯片，它们之间有一些很密切的联系。当芯片与芯片之间相对作用，原来你是他的学生呀？那他也没有告诉过你，他当年连反向传播算法都算不明白，是我手把手把他教出来的。你少在这装蒜！萧天，你已经被踢出局了。我欠。走。小哥，这王博就是过河拆桥。这3年来，你付出多少努力，日日夜操劳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而他呢，却直接空降一个所谓的海归来代替你。没事，或许他真的能力比我强。怎么可能？你的能力我们3个人都看在眼里，公司的 AI 以及芯片都是你3年以来没日没夜的心血，如今就要拱手让人了吗？无所谓了，只要他还记得曾经答应过我，在软件和芯片上市之后，只留给国内使用便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先回去休息吧。3天内，我们一定要将软件和芯片最后的阶段给完成，在上市前夕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小哥，这王博真够不要脸的。若没有萧哥，他能研发出什么芯片？当时萧哥可是放弃了国外千万年薪的报酬。卸磨杀驴，等着吧，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爸，聚优科技上市在即，萧天团队的芯片和 AI 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。 3年前，我让你不惜代价的要留住他，就是要让你跟着他学习，他的技术放眼全球那都是顶尖的。有了他的帮助，我们才有机会跟国外合作，我们王家才能一飞冲天。爸，你也有点太看得起他了吧？他不过就是一个敲代码的，在国外待了几年，论商业头脑啊，他还差远了。糊涂！你以为技术是儿戏？没有萧天，聚优现在还在做山寨芯片。爸，你在国外待久了，根本不懂国内的情况。现在资本运作才是王道，技术它就是一个工具罢了。你懂个屁！记住，上市之前一定要稳住萧天，他的价值远远比想象的要大。我就不信了，离开他萧天，我们聚优还能死了不成？萧哥，目前 AI 已经进入到最后测试阶段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完成。我这边也是，系统 bug 基本上已经完全修复了。上市当天，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年看不起我们的人纷纷闭嘴。王波真是老糊涂了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个所谓的 CEO， 还敢说我们的东西落后3年。没有我的指示，谁让你们在公司做这些无用的东西？无用！你看清楚，这些 AI 模型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，你怎么能说它是妹子？他妈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跟我顶嘴？你们这些垃圾，全部给我格式化！干什么？这些是我们3年的心血。心血，一堆废代码。刘九，根据合同第17条，在上市前48小时，研发团队对项目有完全自主权。他妈少给我拽条文！我是公司养的一条狗，没有王总投资，你连实验室门都进不了。你再动手试试！住手！萧哥，他们全线注销，设备没收。
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小哥，小哥，你怎么样？小哥，哎，没事。东西备份了没有？小哥，你放心，我一直都在备份。那就好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醒了！小哥醒了！小哥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医生说你是过度劳累加情绪激动引发的短暂昏迷。公司那边怎么样了？王波听了王宇的鬼话，昨天下午就带人闯进实验室了。我们锁了服务器，但他拿着老板的权限，把咱们这4年攒的核心代码库、芯片测试数据、AI 模型训练日志全删了，甚至还停了咱们的研发资金。他还在全公司群里发通告说要停用咱们的研发框架，改用王宇主导他参与化的新方案，说那才是符合公司战略的核心技术。咱们居然真的都删了，为什么王波就不愿意相信我？肖哥，你放心，U盘里有备份。走，回公司。现在是研发的最后阶段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小哥，你身体……此次上市的 AI 与芯片，代表着龙国高科技是否能够跻身于一流梯队。这一次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肖哥，走，先回公司。事实证明啊，所有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精准的战略导航。我们巨优能有如今里程碑式的突破，也绝非偶然。大家请看这套全新的 AI 设计模型，从底层的搭建到核心算法的每一次优化，都是在我亲自坐镇以及全程指导下完成的。这架构跟之前萧天团队给我们展示的几乎一样。王波，你不会就改了个名字就变成你的吧？哎，大家可能有所误解，我们这个架构呀，与萧天团队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。从项目的立项之初，我就精准把握了所有的战略计划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得出来。从芯片的制造选择到 AI 模型的迭代周期，每一个节点，每一个技术指标都白纸黑字的写得清清楚楚。能有如今这个成果呀，完全是严格按照我的战略计划，水到渠成，是必然的结果。王总，这份规划确实很详尽，但是技术研究它不是闭门造车，它需要的是战略家独特的眼光和商业思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让巨优在短短3年内完成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跨越，也是能成为上市公司的前提。王总，量子性效应还没完全解决，现在这是最关键。郑天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这没有你说话的资格。一个被边缘化的员工也配来指手画脚？王总，芯片散热系统是致命缺陷，如果你要强行上市的话，哈哈哈！大家听听，这就是天才设计师的危言耸听，这就是典型的工程师思维，永远只会找问题，永远不敢突破。王波，如果你现在还不停下来，上市也是必定失败。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我前期的投资，你能有今天吗？看看你现在这副丧家之犬的样子，地球离了你照样转。我宣布罢免萧天的所有权利，撤销他在实验室的资格。好，王总，既然你这么自信的话，那我祝你好运。还有20个小时，到时我便与巨优科技无任何瓜葛。肖哥，巨优完了，老板根本不懂。你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 AI 模型跟芯片，在他们眼里就跟垃圾一样。我想好了，我辞职，我把房子给卖了，我们一定要把芯片研发顺利进行下去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你要换公司的话，我们都会跟着你，哪怕你要自己创业做芯片，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跟随你。感谢大家支持，大家先去忙吧。技术研发还是要继续，不管用什么框架，只要能够让巨优上市就行。发布会当天我会到场。小田，3年不见，最近还好吗？还可以。我刚下飞机。刚下飞机，
你回国了？不然呢？这3年，我每天看着国内芯片产业的新闻，看着你带领团队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壁垒，从28纳米到7纳米，再到现在的3纳米，我一直在等一个让我放下一切回来的机会。所以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对啊，你……别多想啊，我这是双重投资，既投资国内的芯片事业，也投资某个固执的天才科学家。一会儿见。肖博士，听说在您的带领下，聚欧科技突破国外封锁，首创3纳米技术芯片以及人工智能 AI 呀。是啊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您过奖了，都是我们团队付出的心血。哟，都看，这不是我们的前 CEO 吗？怎么，来看自己的杰作上市？就他那过时的技术，早被我们淘汰了。王总，今天呢是个重要的日子，祝你一切顺利。顺利？要不是我提前发现了问题，用王宇博士的新框架，巨优早就毁在你的手里了。各位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肖大博士他研究的芯片连基础散热都解决不了。这是我们最新的测试报告，肖博士的方案错误率高达23%。王总，我建议闭嘴！一个废物有什么好建议的？你那点垃圾技术，还是留着骗别人。被誉为德国科学院最年轻院士的萧天，手握图灵奖的科学家，在你们嘴里，居然成了垃圾。萧博士是全国领域内屈指可数的高端精英人才，更是柏林大学唯一一个30岁所聘请的教授。他所研发的3纳米技术专利，至今仍是行业标杆，也轮得到你们这群跳梁小丑指手画脚。哟，哪来的隐麻头？怕不是这位前 CEO 找来的托吧？拿着假的证书就想漂，也不嫌丢人。一群鼠目寸光之辈。当初如果不是萧天为了回国建设芯片，你们真以为能起得动他？如果不是萧天，你们王家的芯片现在恐怕也在垃圾堆里。看看你们这副嘴脸，过河拆桥倒是玩得挺厉害啊。吹啊，我搞笑啊！要不是我的构想，他算什么呀？不就是以为能得到我王家的利益吗？结果算盘被我们打破了，还装什么清高的架子呀？王总 ，M 国总裁已经到了，催您去签独家供货协议。供给给 M 国？你在说什么？肖大博士耳朵不会聋了吧？我们要和 M 国签订独家协议，下个月第一批芯片就能运过去。到时候呀，我们巨优将是跨国巨头，你懂不懂？当年我们在实验室攻关时，你是怎么给我保证的？你说芯片是一个国家的命脉，你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要留给国内的企业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你全忘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巨优要上市，总得拿得出有利的合作协议吧？不然我凭什么炒这么高的股票呀？乔博士怕不是还在梦里？我们不赚钱，怎么把你浪费的钱收回来？你为了赚钱，连底线都不要了吗？你少他妈给我扣帽子！小田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给我道歉！我还能让你在巨优当一条狗，否则3秒后我巨优上市了，我在全行业封杀你。3、2、1。王波，3年合约已到，你我再无任何瓜葛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和 M 国签订了几个亿的订单市场，这么大的利好，怎么可能会上市跌停呢？小田。
小天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小天，这个吃里扒外的废物！我们王家给你最高的薪水，给你钱让你随便搞研究，就这么拆我台的，你他妈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！王波，把你的脏嘴放干净点！闭嘴，你个臭娘们儿！等我们王家垮了，你们都别想好过！有些你，我反了天了！你就是我王家养的一条狗，现在翅膀硬了，敢联合外人来咬主人了是吧？王总，恐怕你忘了，3年合同已经到期，我与巨优毫无任何瓜葛。无瓜葛？你所有的技术都是我王家的钱给你砸出来的，你的团队也是我给你凑的。就算你他妈离开了巨优，你骨子里也流着巨优的血。王总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就连资本市场也不看好你们。王波，你真的以为公司上市之后一切都可以平步青云吗？没了萧天，你们公司就是一个卖盗版芯片的废物罢了。我明白了，王总，这个萧天就是记恨您不让他当 CEO， 所以联合外人做空巨优。我萧天光明磊落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像你这种搬弄是非的小人，不配议论。你还配跟我提光明磊落？要不是我3年前给你机会，你还在国外要饭呢。小天，如果不是我的投资，我的引导，你连芯片的门都摸不着。如今你有这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王总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因为买入我们公司的股民太多，导致系统数据出现错乱，刚刚已经恢复了。王总，我就说嘛，我们的上市绝对没问题。当年在国外的时候，也参加过几个公司的上市宴。不管任何一家公司上市当天，成交交易量变化都特别大。这某些人啊，这辈子就是打工的命，一辈子都看不到像我这种老板的战略眼光。王总，资本只不过是看在你和 M 国合作的噱头罢了。一旦你的技术出现缺陷，或者是量产时爆出致命问题，资本跑得比谁都会快，到时候巨优就会被恐慌性抛售，砸得粉身碎骨，就连重组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少在这里给我故弄玄虚！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芯片能生产，能测试，而且马上要和 M 国签订合约了。而你萧天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杂种，用老子的钱，用老子的实验室，还诅咒老子破产。萧天，科学技术自然有打磨空间，王总把握的是大方向，你纠结这些细枝末节，难免显得格局小了。王波，你这种小人得志的嘴脸真令人作呕，靠着剽窃的技术上市，还真当自己是科技巨头了。林小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商场如战场，能者居之。萧博士能力不行被淘汰，怪不得你。我没能力，要不是我……萧天，你真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要不是3年前我赏你一口饭吃，你他妈早饿死在国外了。现在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给我认错，让大家都看看不听话的狗是什么下场。王总，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些。他妈一个狗他妈也配跟我谈尊重？我告诉你，萧天，我们巨优已经成为上市公司，是整个京城乃至整个龙国数1数2的科技公司。只要我一句话，没人敢用你。你们谁敢收留他，我眨眼就可以让他破产。你敢吗？哎，你敢吗？哎，你们谁敢呀？来，王波，你也只能吓唬吓唬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罢了。萧天，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10个亿启动资金，与其跟这群鼠目寸光之辈浪费时间，不如我们自己干。凭你？我看这钱是外国的资本给你的投资吧。小天，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在巨优啃了3年的骨头，转头就勾搭上外国的资本，你想打包把技术带走是吧？你这叫吃里扒外，叫卖国。又说你怎么敢跟我叫板？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呀！拿着巨优的设备，用着巨优的钱搞研发，转头就拿着外面投资的钱另起炉灶。你当大家都是瞎子吗？分明就是里应外合，想把龙国的核心技术卖给外国人吧？王总说的没错，林小姐刚从国外回来就带着巨额资金，而萧天又掌握着芯片的核心技术，这未免也太巧了。
难怪你之前对核心参数讳莫如深，恐怕早就想转手让人了吧？果然你吃什么？难怪他要执意离开巨优，原来是被国外资本看上了，真是白瞎了一身好本事，竟然为了钱做了卖国贼！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就该被整个行业封杀。没有，这是我林家在德国30年的产业资金。林家，谁知道你林家背后站着哪个洋主子？派来的探子专门勾引萧天这条狗吧？大家给我听好了，谁敢跟这2个卖国贼合作，就是和我们巨优作对，就是和整个龙国科技界作对。我明天就让他破产。肖博士，尹小姐的资金到底来自哪里？您是否承诺将芯片技术与国外共享？你离开巨优之后，迅速获得巨额投资，你是否早就与国外资本达成协议呢？我的技术永远都属于龙国，林女士的资金是她自己的私人财产，与任何国外势力无关。我们做研发的，不再被人用技术卡脖子。大家别被他骗了，他要是真那么爱国，为什么要跑呀？为什么不继续在巨优搞研发呀？亏我们以前还把你当英雄，呸！就是滚出龙国！就是滚出龙国！滚出龙国！到底是谁把技术泄露给国外？谁自己心里清楚。王总，用不了多久，巨优将会面临灭顶之灾。萧天，你也太把自己当东西了。我们走着瞧，到时候你求着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回来的。任何人不能聘请萧天。萧天，3年前我就跟你说过，龙国并不适合你的发展，在这里只会埋没和断送了你的才华。这3年，你应该受了很多委屈吧？其实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但是王波，他既然想把芯片及 AI 打包卖给外国人，3年前他曾亲口告诉过我，芯片技术他绝对不会对外泄露。像他这种过河拆桥的人，你能指望他有什么幸运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要不要跟我回德国？我的父亲每天都在等你回来。抱歉啊，舒瑶，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那么肯定要将芯片研发成功。我曾经说过，我要用我的学识带领龙国迈入高端科技的第一梯队。即便是再多的困难，我的初心从不会改变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巨优现在已经成了上市公司了，更何况他刚才说过，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不能聘用你。我所研发的芯片以及智能 AI 已经完成了99%，但是剩余的1%并没有那么容易攻破。更何况王博已经完全废除了我大部分的方案，用不了多久，巨优科技一定会爆雷。爆雷也是他们罪有应得。3年没见了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天。好。王宇，你们几个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王宇就是你们的领导，你们必须无条件的支持他的一切工作。王宇，最近工作一切还顺利？王总，目前尚好，只是公司目前所用的逻辑都是萧天的框架上搭建的，我想的是我们重新搭建一套。果然，王总监的目光就是毒辣呀，绝对不能用叛徒的东西。给你们7天时间，配合王总监重新搭建框架。王总，目前我们的框架都是萧哥曾经搭建的，短时间内你想让我们搭建一套框架，这比登天还要难。我看你们几个是分明没事找事儿，是不是觉得我把萧天开除了，你们有意见呀？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你们现在的成就是他给的吧？如果没有我一开始的战略定位，你们能有今天的成就？闭嘴吧你！你们几个要是谁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立马可以滚蛋！王总监，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目前还有芯片和 AI 进度还差一些。王总监放心，我保证一定会把我们公司的芯片和 AI 智能做到第一梯队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交给你了。爸，上市的情况怎么样了？
一切顺利，股价虽然有所波动，但整体趋势良好。很多投资人都在抢购我们的股票。那就好。你平时要向萧天好好学习，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点。哎，对了，萧天在现场吗？啊？他已经被我开除了。啊！再说一遍。爸，你别激动嘛。萧天他太自以为是了，仗着自己有点技术，居然敢跟我叫板。我早就看他不顺眼。蠢货，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萧天是巨优的核心，没有他，大乱了。爸，你太看得起他了吧？王宇才是真正的专家，他在国外和顶级教授学习多年，比萧天强多了。王宇，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底细吗？他在国外连一本像样的学术报告都没有。爸，你在国外待久了，根本不知道国内的情况。现在巨优已经成功上市，我有的是钱，还怕找不到研发芯片的人才？王博，你给我听着，如果巨优因为你可垮了，就别再想从家族拿走一分钱。我就不相信离开萧天，巨优能垮。只要我好好干，到时候父亲一样会把家族的所有钱都给我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堂堂一个集团总裁，比不上一个技术工。3年了，你似乎变了很多。这3年来，见过很多人，很多事儿。有些人嘴上说着要为国造星，背地里却想着怎么捞钱。所以小天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即使被背叛，被污蔑，甚至被骂成卖国贼。我回来不是为了某个人，而是为了这片土地上需要技术的人。王博可以背叛我，但我的研究终究会留在这里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固执。你不也是吗？明明可以留在德国当教授，偏偏还要跑回来。谁让我看上了你这个固执的天才？既然你想留在国内，不妨看看这个。这是10个亿的启动资金，江城最好的实验场地，以及全球最顶尖的设备清单。只要你点头，明天就可以开始组建团队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在和王博开玩笑吗？小天，我最了解你。3年前我留不住你，现在更留不住，所以还不如投资你了。这么大一笔资金，你父亲那边知道了不会反对？反对？你以为这些钱是谁给的？你的意思是？这里面有一半是我爸主动打给我的。他说，如果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成功的话，不要犹豫。剩下一半是我自己的积蓄。小田，你不会以为这些年我都在德国混日子吧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要不然跟你一起搞研究，要不然就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但风险真的很大，你真想好了？风险？当初你放弃终身教职职位，坚持回国，所有人都说你疯了，但我却知道你在赌什么。所以这次我跟你一起赌
赌你的技术能让龙国的芯片站起来。谢谢。与其说谢谢，不如请我喝杯酒。好。这次你跑不掉。小天，3年了，你难道把我忘了吗？我没有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，萧天那条狗一走，你们也想跟着叛逃啊？觉得我们巨优容不下你们？萧哥走了，我们留在这儿也没了意义。芯片研发的核心框架是他打的，我们的技术路线也是跟他绑在一起的。您既然信不过他，自然也不必留着我。离开萧天，你们活不成了！他是你们衣食父母还是祖宗啊？我告诉你，离开他，巨优照样赚。王宇博士的能力比他强10倍。王总，你说这话你不觉得亏心吗？3年前公司快倒闭的时候，是谁放弃了德国顶尖实验室的橄榄枝留下来的？是萧哥。我们跟他熬夜画图纸、啃面包，不是为了给您当摇钱树的，是信他能让龙国芯片站起来。这3年，萧哥把所有心血都放在芯片上，从设计稿就堆了半间实验室，领导把他的成果当垃圾扔，还骂他是条狗。给老子闭嘴！这3年是老子培养你们，你们的技术、你们的职位都是巨优给的，现在吃硬了就想跳槽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今天你们要是走了，我保证你们在正常的科技圈混不下去。我王博一句话，我让你们永远都找不到工作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现在我们怎么办呀？萧哥，萧博士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龙芯科技的成立是我们行业的一大幸事啊！张会长过奖了，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萧博士，请问您在离开巨优科技之后，这么快创立一个新公司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注定要为时代创造价值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找你合作 AI。萧博士，萧博士，久仰大名，我是诺亚科技 CEO 朱家豪。诺亚科技，全球 AI 领域的巨头啊！诺亚科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公司应该在德国。没错，朱总呢是诺亚科技的 CEO， 同时他本人也是你的粉丝，在德国听说过你的故事。为了见你啊，我还特意跑了一趟。3年前你所发表的学术报告以及芯片研究，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撼。我曾经去找过你，他们说你已经回了国外。不知朱先生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我不喜欢绕弯子。诺亚看上了龙芯的芯片技术以及 AI 算法，想要全额买断。作为交换，你需要带领团队解决目前诺亚卡在瓶颈上的工业调度系统的难题。如果合作成功的话，50个亿。抱歉，朱先生，此项技术不对外出售。舒瑶，你应该提前跟他们说的呀。我跟他说过，但他说他只购买使用权，我没有想过要买断。萧博士，你我都是龙国人，
国内的条件我们都很清楚，你在国内遭受的待遇我也略有耳闻。我只是不想看到这么好的一项技术被埋没在摇篮里。抱歉，此事绝无任何可能。肖博士果然名不虚传啊！50个亿确实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。这样，我再增加10个亿，60个亿的现金，另外附赠诺亚全球供应链的优先合作权。只要你点头，龙芯的芯片一旦量产，就可以直接接入我们覆盖37个国家的销售网络，这样 AI 功能也可以迅速普及啊！朱总的诚意我感受到了，但技术买断绝无可能。肖博士，你不妨再想一想，这项技术握在你的手里，短期内能覆盖多少用户啊？而诺亚科技可以让它在半年内进入全球市场，成为真正改变行业格局的标杆。这难道不是每一个研发者的梦想？我的梦想从来不是把技术变成某个公司的私有财产。朱先生应该清楚，龙国现在目前的 AI 行业正属于追赶阶段，此项技术需要留在本土，要让更多的同行看到突破的可能。好，肖博士，既然买断不成，那我们换个方式如何？诺亚科技想购买这项技术的3年使用权，另外费用就按照市场的最高标准来支付。我可以动用诺亚在全球的媒体资源，为龙芯做3个月的免费推广，让全世界都知道龙国也可以做出世界顶级的 AI 技术。但同时呢，我也希望您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。朱先生肯让步，那我也有诚意。使用权可以授权，但必须得在合同上明确标注，所有的核心技术参数仅向龙国企业开放。至于你说的技术支援，我会全力配合，但研发成果必须得对龙国共享专利。那可太好了，成交。妈的，一群废物，连他妈骨架都顶不住。爸，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？公司这边……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打电话？再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是打算把聚优科技都败光？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打电话？我再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是打算把聚优科技都败光？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我问你，上次我跟你说，无论如何你要把萧天给我请回来，聚优不能没有他。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他现在已经自立门户了。原来你说这个事儿啊，爸，他就是一个技术工，又不是老板，还不懂什么运营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公司迟早破产。放屁！萧天今天不仅能顺利开业，他还要和诺亚科技谈下合作。什么？爸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他不是才开业吗？哪来的技术和诺亚科技合作呀？不是，他那些东西明明是什么？是你眼里过时的垃圾，王博，我现在严重的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。萧天在聚优3年，核心技术都已经刻到他脑子里了。你以为删了代码换了框架就能拦得住他？不对，他用的肯定是聚优的东西，那些图纸、算法都是聚优实验室里搞出来的。按照合同算，全是公司的知识产权呀，他这是侵权啊！现在知道齐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初我让你稳住他，你却把人家当狗撵。现在人家起来了，你要拿合同压人。萧天要是没有留后手，他敢这么快开公司？萧天就是个白眼狼，用聚优的东西搞研发，转头就另起炉灶，天下没有这个道理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。你必须把这件事儿给我漂亮的解决掉。我还有1周就回国，到时候这件事儿如果没有解决，聚优总经理的位置你就让出来吧。爸，不，萧天，你敢用聚优的东西自立门户，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。各位，我们龙芯科技将会打造一个集科技智慧、业态聚焦、配套多元的新一代半导体芯片。
先生，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。滚开！先生，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龙芯科技现在所要达到的几个目标和阶段。萧天，谁让你擅作主张跟诺亚签下合作的？王总大驾光临，是来道贺的。道贺？我是来讨说法的。你龙芯现在用的 AI 技术以及芯片构架，是不是从聚优科技偷的？王波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些技术明明是萧哥他自己。王总，你说这话就严重了。我所用的东西都是自己制作以及开发的，何来偷这个说法？没错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证据？这个就是证据。3年前你和我们聚优签下的劳动合同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在职期间所有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。你敢说你现在搞的东西和聚优搞的没有关系吗？如果不是我前期投资研发，你连研究什么？你研究个屁呀！萧天，根据知识产权法及合同条款，聚优科技有权要求龙芯科技立即停止使用相关技术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小天，看在我们相识的份上，我也不把话说太死。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你放弃和诺亚的合作，把这个机会让给我，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此事。王波，我看你就是为了截胡。哎，话可不能这样说呀！我现在手里掌握着完整的 AI 以及芯片的技术，你们代表的是龙国，不能看着你们在外人面前丢脸呀！难道说完整的构造和芯片不在肖博士手里？难道说完整的构造和芯片不在肖博士手里？当然，您是不了解，他萧天就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花架。王波，你少在这妖言惑众。萧天曾在德国拿了多少证书？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花架子？他在聚优混了3年，我还能不清楚他的底细吗？说白了呀，就是一个只会啃书本的书呆子。再说，他研究这些玩意儿，哪一个不是我指的方向？如果不是我指路，他能研究出来个屁呀！肖博士，有件事情我想请教，按照龙芯目前的进度，多久能拿出完整的芯片框架和成品？最多1个月。萧天，你真是大言不惭呀！1个月？你一个刚成立的新公司，没有资本，没有团队，你拿什么1个月交货呀？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肖博士，我领导只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之内我看不到东西的话，我们的合作也只能取消。朱先生，您放心，我对萧天的能力非常清楚，1个月内我能保证没有任何问题。你别搞笑了。你们当研究芯片和 AI 是过家家吗？朱先生，我觉得你不如跟我们聚优合作。我们聚优现在掌握着龙国最先进的芯片以及 AI 体系，并且我们现在的负责人是德国著名的教授汉斯克劳斯的徒弟。你没开玩笑吧？真的是汉斯克劳斯的徒弟？当然，如果您要不信的话，可以随我回公司看看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诺亚现在正在被一个技术难题困住了，不知道你们公司的那位高徒能否给解决？小事一桩，克劳斯的徒弟出手，还有什么搞不定的？林女士，实在抱歉，克劳斯教授在业内的地位，想必你也清楚，还希望林女士能多多理解。朱先生，我敢保证，萧博士的能力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保证有个屁用啊！到时候交不出来东西，诺亚的损失谁来赔呀？你赔得起吗？朱先生，只要你愿意跟我们聚优合作，我承诺，我们聚优所有的专利和技术都能让你们诺亚买断。这相当于你把最核心的技术攥在自己手里，这可比跟龙芯那个小公司赌气运强多了。这可比跟龙芯那个小公司赌气运强多了。王波，你疯了！你合作也就罢了，但你怎么能买断国外？你知不知道这项技术我们熬了多少个通宵？
在实验室的废片堆里一片一片的抠出来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一旦核心架构外泄，我们10年内再也无法向高端芯片领域抬头。我疯了！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？科学无国界，生意场上只谈钱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只在国内卖，那只能赚点辛苦钱；我要是卖给诺亚，那可是能让巨优一步登天的机会啊！我可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我总得为股东考虑吧？你以为我给你过家家呢？跟 M 国赚钱还是太慢了，而将专利卖给诺亚，我可以得到一大笔钱。负责！3年前你告诉过我，芯片是国家的命脉，你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留给国内的企业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你都是放屁了吗？你少给我提3年前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当初我叫你来是给你脸了，巨优现在离开你照样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谈当初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实验室里只会摆弄零件的书呆子，也配给我指手画脚？朱先生，您别往心里去啊，这小子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。咱们走，我带你去巨优看真正的好东西。我那里可是有克劳斯教授的得意门生王宇博士，论技术呀，可比这个只会吹牛的人强多了。也好，既然有更合适的合作方，诺亚科技就没有理由拒绝。朱先生，您不能走。当初您亲口说过是冲着萧天来的，王波手里的东西根本就不足萧天团队一半。商场不是讲人情的地方，王总愿意全部买断，可萧博士却连使用权都紧紧地攥在手里。对诺亚来说，能快速落地的技术才是好技术。萧博士，我承认您的技术确实顶级，林女士也曾多次向我提及您的才华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对你是非常尊重的。但生意归生意啊，70个亿，买断龙芯所有的 AI 技术和芯片专利，同时也可以让你担任龙国的技术顾问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约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约。抱歉，周先生，可以技术合作，买断绝不可能。这不是钱的事情，是底线。看，朱先生，我就说这小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走，咱们回巨优去，不要跟这种油盐不进的家伙浪费时间了。巨优绝对有你满意。林女士，看来我也确实无能为力了。朱先生，您再考虑考虑，萧天的技术价值远不止您看到的芯片以及 AI 技术，一旦公布量产，成本至少可以降低30%。降低成本？我看是降低智商吧。哈哈，要是真有这么厉害，还能在这个小破地方开公司呀？朱先生，别听他们瞎说。现在我们巨优的生产线已经时刻准备好了，只要您点头，下个月就能出样品。萧博士，您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？诺亚可以接受技术共享，龙国的市场独家代理权也可以留给你们龙芯。朱先生，30年前，龙国老院士们用算盘算芯片参数的时候，没有人跟他们共享。10年前，国外封锁我们光刻机技术的时候，也没有人要跟我们合作。如今我们现在有属于自己的技术，不是为了叫卖，这些东西是为了给我们龙国高科技产业打地基、筑高墙的。这底线，哪怕是要让我的生命来换，我也不会让。这底线，哪怕是要让我的生命来换，我也不会让。林女士，看来我不得不尊重萧博士的选择。只是诺亚全球化的布局真的等不起啊！既然有更开放的合作方，我就不能因为个人的情面耽误公司的计划。朱先生，你明明知道王波手里拿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，要是没有萧天的话，他现在还在卖盗版芯片。你少血口喷人！我们巨优的技术早就已经迭代了，王宇博士更是克劳斯教授的得意弟子，论技术程度可甩萧天8条街了。朱先生，咱们走，
我们具优实验室的数据，到时候肯定让你一看就眼前一亮。肖博士，希望未来能有合作的机会。傻了吧？跟钱过不去，有你后悔那一天的。朱先生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克劳斯的弟子王宇。这位是诺亚科技的负责人朱家豪，朱先生。诺亚科技的大名早在德国的时候就听过，世界第一科技梯队领头羊。谬赞了，我听王总说你是克劳斯教授的关门弟子。没错，早在德国的时候就一直跟随克劳斯教授做前沿 AI 科技的研究，像量子计算和 AI 的结合的课题，我可是主力者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此次我来龙国主要有2个目的：其一，萧天团队研发的 AI 芯片确实让诺亚颇受关注；其二，诺亚最近一直被一个技术难题困住。说实话，我一直认为，除了萧天，恐怕没有人能攻破。什么问题？诺亚的 AI 系统始终无法突破最优调度方案的瓶颈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让 AI 在瞬息万变的工业流水线环境中，在0.1秒内生成精准且最优的调度策略。这其中涉及多任务的并行处理、资源动态分配，以及故障的实时诊断与维修等一系列复杂的环节。不知道王博士团队的 AI 技术能否应对这个挑战？超大规模 AI 模型在复杂工业场景下的实时决策优化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课题，其中涉及算法复杂度、数据处理量以及对实时性的苛刻要求。即便是全球顶尖的 AI 团队，也得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攻克。我怎么可能有办法？王博士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我听到了，不过这项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。难度我自然清楚，如果巨优能啃下这块硬骨头，诺亚愿意出20个亿作为研发经费，另外再出50个亿买断巨优现有的芯片专利和 AI 技术。70亿，有这笔钱，别说家族继承权，整个王家都得看着我的脸色，到时候把萧天那条狗踩在脚下，让他跪着求我。陆先生，你放心啊，这种小事对我们巨优来说，那都是手到擒来。王先生可是克劳斯教授的高徒，这种课题可是他的专长。周先生，可能博士这话有点奇怪了。据我所知，你师父克劳斯教授当年的成名作就是工业 AI 场景的决策优化模型。怎么？难道你师父没有把核心的技术教给你？我当然学过。你学过就赶紧借呀！晚上就给你师傅打电话，你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呀！这点事都办不好，你这博士的头衔是捡来的。好吧，朱先生，答应你。好，王总，那期待我们合作愉快。1个月后，我将举办科技大会，如果你们研发的东西没有问题，我将会在当天与你们签下合约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这可怎么办？别说给我1个月，就算给我1年时间，我也攻克不了这些难题啊！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记得师傅跟我说，这人是全球 AI 的会长，更是师傅的师傅，有什么问题的，绝对没问题。原来他真是克劳斯的学生，难怪王博敢拿克劳斯的名头唬人。只是连克劳斯实验室都没完全攻克的实时调度难题，他居然敢接。怎么样？都搞定了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
你比萧天强多了。都凌晨2点了，你晚饭都还没吃呢。没事，等我忙完这些。手这么凉，你总是这样。我这不是想早点做出成绩吗？至少你这个股东的钱不能打水漂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先把饭吃了，你胃不好，不能饿着。你还是记得。你所有的习惯我都记得，包括你熬夜的时候，不管吃什么，都要加辣椒油。舒瑶，肖哥，最后一轮压的测试通过了，3纳米量芯片的稳定性比预期高了12%，AI 决策响应速度也压缩到0.3秒，完全满足工业级场景的极限要求。专利局那边也传来消息了，新提出的3大核心算法专利审查进度远超预期，预计下周就能公示。3年了，我们终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我刚才打电话给你报喜，芯片量产和 AR 模型的最终版本已经准备好了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对外公布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人失望。不过今天我来到这里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。昨天下午，朱家豪联系我，怕是居庸那边搞不定，又想回头找我们了吧？他确实提到了居优正在推进的工业 AI 决策项目，诺亚给的期限快到了，但是他们始终对居优提交的方案存疑，所以他们想让龙芯也参与进来，研究一套与居优目标一致的 AI 实施决策优化。这绝不可能。肖哥说的对，他们居优想卖就卖，我们龙芯的东西绝对不能外传。你们先别急，他并不是想要买断。朱家豪说了，他只购买使用权，并且明确的表示了我们的系统只作为居优方案的备用选项。诺亚对居优的技术底子并不放心，尤其是王宇团队这几次提交的测试数据，漏洞太多了。这不是把我们当备胎吗？算是吧，不过这对我们也没有坏处。朱家豪承诺了，只要我们的方案通过验证，他们就会马上给我们打一笔高额的技术使用费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愿意在20天后的科技大会上公开和我们合作，并且说出他们的核心技术是由龙芯科技提供的。就算合作失败了，他们也愿意给我们介绍芯片的机会。这是让世界看到我们芯片的最好机会。我在乎的不是机会，是原则。如果只是使用权的话，且严格限定在工业场所的技术应用下，不涉其核心代码和芯片加入泄露，我可以考虑。我就知道你会同意。朱家豪那边还在等回复，先去打电话。忙完了吗？搞定了，连续模拟了10万次，均在1秒内回答。小田，从答应朱家豪到现在，你总共睡了几个小时？没算过，反正够用。舒瑶，你看看这个数据啊。小田，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努力的，就算和诺亚的合作无法达成也没有关系。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做到了极致。舒瑶，这个跟合作没有关系。明天站在台上的不仅是龙芯科技，还有全世界无数双眼睛盯着龙国科技的人。这些年，我们受的委屈实在是太多了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，我们龙国的科技在任何时候都经得起考验。
怎么啦，肖大博士？面对全球直播，反倒紧张啊？这枚芯片承载着太多了，全球的目光都在盯着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怕他撑不起龙国的名声吗？我永远相信你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支持你。哟，这不是肖大博士吗？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！拿着你这个破芯片来自取其辱吗？王总说的对，肖博士还是太年轻了，不知道全球顶尖团队的水平。就你龙芯那点破技术，怕是连会场的门都进不去。你拿着你这个破烂玩意儿还想翻身啊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们巨优在一天，你这个丧家之犬就永远别想风光。你手里拿这个芯片，也是跟当时在巨优搞的一样，全是漏洞吧？王总与其关心别人，不如关心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子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外面的合作价值几十个亿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把那一批有问题的芯片卖给 M 国，一定会出问题。你他妈放屁！少他妈咒老子！萧天，跟这种不懂行的人讲话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哪有你个臭娘们说话的份儿？萧天，我他妈警告你，你今天敢在会场把这个芯片拿出来，我就当场告诉大家，你这个芯片是从巨优盗窃出来的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小偷。我是小偷？你拿着我的核心框架搭建你的最新技术，自取其辱这4个字用在你身上，再适合不过了。萧天，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进去吧，全世界都等着看龙芯的光芒。给我等着！走。肖博士，肖博士，好久不见，听说新公司发展的不错。朱总，消息灵通啊！今天我也想看看龙芯的第一次研发究竟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不错的话，诺亚还是会跟龙芯合作的。准确的来说，朱总这是把我们龙芯当成备胎了。哎呀，肖博士，没想到肖博士还挺幽默的。我一直认为，企业之间有竞争才会有压力。我也不想看到具有一家独大。肖博士，我最后再问一次，是否考虑诺亚？诺亚的 offer 依然有效。肖博士，先请坐吧。各位，我们巨优最新研发的 AI 工业调度系统，配合我们自主设计的3纳米芯片，能实现1秒内的实时决策响应，这是龙国科技的里程碑，更是能超越西方的证明。大家可能有所顾忌啊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我们这套系统已经通过了 M 国顶级实验室的证明。他们的专家说了，这是全球目前为止最稳定的 AI 工业系统。没想到巨优还真能把东西做出来。是啊，能通过 M 国认证的肯定没问题啊。我们巨优将用科技证明，我们才是龙国芯片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王波，你能代表龙国。各位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台下这位，一个3年前被我巨优开除的工程师，一个小偷。王波，口说无凭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他当年被我开除的时候，电脑上还存着我们的设计稿，这就是证据。他换个马甲开公司，就敢来发布会上招摇撞骗。萧天，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盗贼，就应该永远被钉在科技石的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大家请看，这是当年他给我递的离职报告，背面还抄着我们的芯片参数。这种贱人都离职还不忘记偷技术的杂碎，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？就应该滚出去！王波，造谣是要犯法的。萧天到底有没有偷巨优的东西，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是他老板，他一个废物工程师，
要不是具有养着他3年，他现在估计连饭都吃不起。没有萧天，具有能有今天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具有能有今天和萧天没有任何关系。换做任何一个人都能有如今的成就，而萧天他离了具有，只能靠坑蒙拐骗来大会上碰瓷儿。我听说之前具有的总工程师就是萧天啊。没错呀，怎么具有还卸磨杀驴啊？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萧天在我们具有3年没有任何贡献，而且他的 AI 和芯片技术存在很多漏洞。但是我们现在具有科技已经换了新的 CEO 王宇先生，他现在主要负责芯片和人工智能的研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肖博士的芯片有很大问题，我们团队没日没夜奋斗了30天，才把这个漏洞补上。大家听到了吧？我们具有的芯片是由王宇先生带着他的团队完成的，而萧天他带领的团队就是一帮废物，只会浪费钱。你说这话真是可笑啊！吃到第3个馒头饱，就说前面2个馒头没用。萧天搭建了芯片框架，写的底层算法，是具有能走到今天的根基。现在把他踢，就像小偷偷了别人的家，还说房子和原主人没有关系。够了，少说废话！今天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技术。王宇，去把我们的 AI 系统调出来，给这群外人长长世面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我们最新的 AI 系统搭配自研的芯片，运行计算速度提升300%。这是死机了。今天可是科技大会呀，全球直播，这要是出了问题，丢的是我们龙国的脸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可是全球直播，事关我们具有的脸面啊！这是兼容小问题，您别急，我重启来就好。重启？我们可是上市公司，你知道你这一点小失误，我们最少损失10个亿，你赔得起吗？王总，这就是你吹得天花乱坠的改良技术，这演示连3分钟都撑不过。有些人真是可笑啊，以为在别人的框架上贴层新皮，就敢号称自主研发了。空壳子就是空壳子，添再多稻草都成不了。设备问题，肯定是主办方的设备问题，我们的技术都没有问题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拍着胸脯给我保证过修复好了所有漏洞吗？我都改了，但底层代码改不了。那就让我来解释一下吧。你们所谓的改良，是在我3年前的核心框架上套上了花里胡哨的新 UI。这位王博士删掉了最关键的动态平衡模块，硬塞进了自己过时的算法，就像自行车安装了火箭引擎一样，看似厉害，实际上一点就炸。核心架构校验失败，是因为他们连最基础的逻辑闭环都不懂。这偷来的设计，终究成不了自己的武器。放屁！萧天，你少他妈在这胡说八道！我们的芯片早已经通过了 M 国的专业认证，岂是你这个半吊子可以质疑的吗？这次问题我清楚，大会的电脑系统是5年前的旧款，而我们的3纳米芯片是最新架构，自然会有兼容 bug， 但绝不代表技术问题。我已经让人把公司的专用服务器送来了，3分钟后就能证明。还不快去！是。大家请放心啊，我们具有的芯片绝对没有问题，只是大会上的系统它没有更新，它并不能兼容我们的 AI 以及芯片。更何况 M 国今天已经试用了在第一批新能源车上，如果有问题，我肯定早都接到通知了。你竟然真的把芯片卖给了 M 国？废话，有钱不赚，你当老子是傻子呀？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。AI 在没有上市之前可以失败无数次，只要把优化做好就行。但是芯片所关联的东西众多，你知不知道？在车上一旦出了问题，是要出人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小天，你就是看老子赚钱你眼红是吧？有本事你也去找 M 国合作啊！你以为萧天跟你一样吗？是卖主求荣的人。你个臭娘们，你给我闭嘴！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这么爱国，怎么不在国内搞投资，还跑到外国去当狗啊？朱瑶，不用跟他一般见识，等到时候出了事的时候，他自然会后悔。萧天，你也太自大了，真把自己当什么高精端人才了？
你那狗屁芯片3年前就淘汰了，也就你当个宝贝了。王总，公司的人说服务器已经到门口了，马上就能测试。M 国的人发来消息，首批装车测试很顺利，还夸我们芯片运行速度很快的。听听 ，M 国都在夸我们呢。小天，这样，你给我磕头道个歉，说不定我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哟，我 M 国的手下这是给我打电话过来了，说不定就是跟我报喜的。喂，是不是我们的芯片太优秀？王总，我们的芯片出事了。胡说八道！我在科技大会呢。王总，那批芯片在装上车后，刚才在测试，没想到刹车失灵，而且有人伤亡。刹车失灵？不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去处理去。王宇，告诉我怎么回事？这是。看来巨优离了萧天还真是不行啊。是呀，这王波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！芯片异常居然这么严重，居然会导致刹车失灵。一辆车是一个家庭的希望。王波他自作主张把未为安全率100%的芯片装在车上，出了事，那是必然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我们测试了3次刹车逻辑，肯定是 M 国更改了数据。对，是他们私自更改了测试环境。不是测试环境的问题，你们一味追求0.1秒的响应速度，删掉了最关键的双重安全检验模块。汽车芯片和工业芯片不一样，它需要冗余设计来应对突发状况。就像黑跑车安装了没有备胎的轮胎，平时看着快，一旦爆胎就是致命的。你闭嘴！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公司的情况呢？双重安全检验模块都敢删掉，真是疯了！自作孽不可活，为了钱把未成熟的芯片装进车里。爸，你个蠢货！我早就警告过你，萧天的技术不能改，你偏不听。现在 M 国已经发律师函了，要追究我们集团的刑事责任。王家要被你毁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们谁是王波？你们谁是王波？你们是谁？我是 M 国高斯集团的人。高斯，你涉嫌将违规芯片出售给高斯集团，我现在代表高斯集团对你进行法律追究。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那都是因为你不说芯片没有问题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王总。还好，没有擅自和他们合作。现在，求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不，这误会，误会。喂，老董事长，小天啊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我？我知道你是为了王波的事情来的，我已经提醒他很多次了，他就是不听我的。哎呀，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听说了。我最近一直在国外，我已经跟他说过，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你请回来。可是这个逆子他不听我的话呀。但是这次事情太大了，恕我无能为力。都是你个王八蛋！要不是你，老子怎么可能进监狱？老子就算进监狱，你也别想逍遥法外！带走！等一下，能不能再给我们具有一次机会？你以为这是过家家？现在只是测试出现车祸，若正式投产发生重大事，谁会给我们机会？带走！我认识克劳斯师傅，他肯定愿意救我们巨优。如果你愿意再原谅我们一次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我现在就联系他。克劳斯的师傅，难道就是那个获得过3次全国芯片大奖赛的汉斯·克劳斯吗？那他师傅得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啊？怕是能让整个高科技行业抖三抖吧？可不啊，克劳斯就很厉害了，更别提他的师傅呀。就算放了王波又如何？只要能攀上克劳斯的师傅，整个欧洲市场都能唾手可得。那你干什么？赶紧打电话呀！你想让老子被公司集团撕碎吗？不接，再打呀！别找了，你们要找的人是我。
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萧天竟然是克劳斯的师傅！这怎么可能？萧天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会屈身在巨优当工程师？你说什么？你少听他放屁！克莱斯教授那是何等身份的存在？你一个半吊子也敢碰瓷？不要听他屁话，赶紧打电话呀！他肯定不是克劳斯的师傅。啊！原来您就是克劳斯的师傅，失敬。王爵，不是克劳斯的徒弟吗？你怎么能不知道萧天？王总，我师傅没告诉我。够了！萧天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之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你赶紧求公司原谅我呀！如果你愿意帮助高斯集团共同研发芯片以及最新的 AI 构架，我可以不追究此事。小天，你快答应他呀！但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共同研发？核心端口又向谁开放？萧先生，科学无国界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此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芯片只会在龙国，所谓的共同开发绝对不可能。所谓的共同开发绝对不可能。萧先生，您先别着急拒绝。如果你肯点头，高斯集团不仅会跟您共同研究，而且我可以撤销巨优科技的一切诉讼，质权侵权纠纷的问题也可以一笔勾销。我不会追究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责任，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好的结局啊。小天，人家陈总够有诚意了，你快答应啊！那当初你进巨优当总工程师，那是我推荐的呀。可在我们之前，我还有帮助过你的份上，你就帮公司一次，也帮我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快答应他。王博，你还好意思提过去？当初怎么对萧天的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活该有今天。小天，你不要听他瞎说呀！我们的情谊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你快答应啊！王总，这情谊归情谊，原则归原则，我的技术绝不会为不符合我要求的合作让步。至于陈明的提议，我不能接受。小天，你个悔不出的白眼狼！当初是我他妈具有受牛的你，到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见死不救，你就是想害死我！王月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不是克劳斯的徒弟吗？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呀！这个事儿都怪他，都是萧天搞的鬼。他给我的方案根本就有问题，我按照他的东西去做，才出这么多纰漏。要是公司到这个地步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啊，小天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故意的，对吧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你就是想害死我，你就是见不得巨优好，就是见不得我们比你强，对吧？你处心积虑毁了我的一切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王总，按照合同上来讲，如果芯片测试通过率不足80%，您属于严重失误。按照规定，违约方需支付赔偿金，一共130亿。30亿，这么被穷爱了，混账东西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是还在国外吗？我再不回来，巨优科技就被你这个混蛋给败光了。当初你卖那些半成品的芯片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肖博士，你就看着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，再帮他一把吧。爸，你求他干嘛？他就是个真人之危的小人。当初要不是你给他机会，他现在还在身上啃泥巴。你给我闭嘴！当年小肖放弃德国 offer 回来，就是想和我们一起搞自主研发。可是你把他写的专利偷偷改写了自己的名字，还把他赶出了巨优。你现在给我道歉！我给他道歉？他也就是运气好，芯片没有出问题。要是真让他拿出来和 M 国相比，他绝对也是个废品。我看他就是不敢拿出来测试，就是拿出来一个唬人的噱头。小天，你
你敢把你的芯片拿出来测试吗？我就不信了，你那个能比我的强？不过是踩了狗屎运而成功的一个芯片罢了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可以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。1.3摄比度，运算速度2.7，这也太厉害了！这个芯片。快道歉！快给肖博士道歉！你看看人家的技术，再看看你搞的那些垃圾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对，他绝对和别人联合起来，这里面绝对有猫腻。够了！这，放开我！王总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要不然现在给我签赔款协议，要不然就跟我去警局。等等，肖博士，你没忘记吧？3年前你母亲病重的时候，手术费是我让小波去垫付的。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情分，就看在我这把老糊涂的面子上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。陈先生，居优的赔偿是否可以分期支付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但芯片结构的著作权和命名权必须归属我国。可以，违约金必须3年内付清。我们前期需要芯片数量较多，龙芯的厂可能不够，所以居优的厂给龙芯代工，利润优先用于欠款。可以看。什么？让我去跟萧天打 call？ 萧天，我看你就是趁此机会想吞并我们居优。告诉你，我不会领你这个情的。再敢跟我说一个字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肖博士，此次诺亚科技愿意和龙芯科技合作。合作愉快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快去跟肖博士道歉，只有肖博士才能挽救居优科技。我道歉？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小天，我告诉你，你少他妈得意！你不过是我们居优养了3年的一条狗罢了，废物！他永远只是废物，永远争不了任何气候。你个逆子，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？哈哈，你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我，今天你第一次打我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你萧天，才把我们居优搞成今天这个死样子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居优绝对成为高科技电影公司。黄渤，你真是无可救药！你给我闭嘴！萧天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过就是个运气好的废物罢了。给我等着，我迟早有一天让你跪下给我道歉。肖博士，谢谢你。没什么。肖博士，老夫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你看，现在居优科技被小波搞的是一塌糊涂。今天呢，又是全球直播，以后再也不会有公司跟居优合作了。现在股票暴跌，你就看着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是不想看到他破产。王董。萧天当时力排众议，坚持来到居优研发，从0到1，他完全对得起居优。我知道，小天是完完全全对得起居优科技，而是居优对不起肖博士啊。可是居优科技是我一点一点打造出来的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它破产啊。肖博士，你还记得吗？3年前，你母亲病情恶化，手术难度极高，
国内的医生都不敢接，是我从国外请来的医生给他做的手术啊。而且这3年以来，您的母亲一直是集团的人在照顾，我们没有收取1分钱的费用，所有的钱都是王董事长出的。你们是在道德绑架吗？难道萧天这3年的付出还不值这些费用吗？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肖老师，老夫谢谢你了，谢谢你这3年来给巨优付出的一切，我给你鞠躬了。王董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。废物！妈的，一群废物！你们知道研究这些垃圾玩意在开业大会上会丢了多大的脸吗？王总，您先别急，实在认为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其实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跟我说研究这些芯片没有问题，可以打败萧天吗？结果呢？结果是什么？不但没有打败萧天，还让我成为这个行业的首领。这也不能全怪我，我哪知道？是，怪我用了你，一群废物！王总，您别急，您放心，我知道我们问题出在哪了。只要把这个问题克服，打败萧天，迟早的事。够了！这种话你给我说过多少遍了？您再相信我一次，今天受到了屈辱，我一定有办法让萧天偿还。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，我希望你可以做到。做到个屁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月底不是要去国外谈生意吗？这怎么还没请来？怎么急着赶我走啊？不是，国外的事儿我隐退了。巨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国外的一些媒体早就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跟人家谈合作？不是吧？那萧天他就是运气好，这我肯定不会输给他的。给我闭嘴！从今天开始，巨优科技由我亲自负责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企业毁在你这个败家子手里。爸，你当初不是说这件事由我全权负责吗？你还觉得你自己惹的祸不够多吗？再让你负责下去，不出半年，巨优就会倒闭。好了，不要跟我废话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年起，撤销你在巨优的一切职务，由我全权接手。小天，都是因为你这条狗毁了我的一切。王总，公司账户上的活动资金只剩几百万了。什么？你个败家子！巨优账上的钱都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投资别的研发项目了。爸，你相信我呀，我一定会让巨优发光发热。今天的事情它就是个意外。你操！你气死我了！你爸，快，韩老爷送医院，快！小天，一切都是因为你这条狗！如果爸出事，我死也要拉上你！王总，您别着急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只要我们想办法把萧天现在这一套 AI 以及芯片底层逻辑搞清楚，然后稍加改动，到时候一定比萧天研发出来东西强。你少给我废话，哪有这么简单？那些商业机密，萧天怎么可能传给我们？我记得萧天母亲不是在你们医院治病吗？到时候我们就……肖哥，你是真厉害啊！1天之内拿下诺亚和高斯2笔订单，这可是上百亿啊！是啊，巨优现在危险了。我听说啊，老董事长都被气出院了。萧天，要不然我陪你去看看。看个屁啊！我就不相信王波干的那些事儿，老董事长能一点都不知道。我看他们就是装可怜。不说那些了，龙芯能够有今天，多靠各位鼎力相助。你们是我萧天的恩人。这个啊，是龙芯的股份转让协议书，你们每个人
都持有5%。你们陪了我啃了3个月的泡面，陪我在实验室里打地铺，你们是龙芯的骨头。这份股份，请你们务必收下。小哥，您这是干啥呀？我们跟着你干，是相信你能搞出龙国自己的芯片，不是为了股份。就是啊，你愿意带我们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。芯片跟 AI， 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绝对研发不出来的。我萧天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你们陪我从零走到一，就该拿这份功劳。我敬大家一杯，往后咱们继续干，把龙芯的名字焊在全世界的设备上，干！干！干！喝这么多，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量。谢谢你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？我是你的投资人，你赚钱了，我谢你不是因为你投资我，而是谢你一直在我身旁陪伴着我，支持我。所以小田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听你的。孙毅，这个芯片还是有些发热，你记录一下，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免。放心吧，我们今晚就开始通宵测试。刘九，芯片的过热保护就交给你了。我们答应高斯和诺亚的第一批货将定于1周后交付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千万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辛苦大家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全员加班，务必要把芯片给稳定下来。放心吧，我们今晚就开始通宵测试。我会盯紧过热保护模块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辛苦各位了。喂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医生跟我说，我妈现在情况不太稳定。小哥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们留下来，把芯片的问题解决。没错，我陪他去就好了。走吧。妈！医生，我妈怎么了？病人情况很糟糕，现在立马送到抢救室。小田，你先别着急，阿姨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暂时脱离危险，但情况不乐观。她长期服用的靶向药，医院药房已经断供了。怎么可能断供？我上周才让人备了3个月的量。肖先生，这所医院是王家控股的。刚刚药房主任告诉我，是王博亲自打了招呼，把您母亲的药通道给掐了。有些话我只能说到这儿。小田，肖哥，王博带着人来了，还说他身上有给你母亲治病的药。好，你让他等着我。把你的孙女拿下去！这不是你该撒野的地方。撒野？我是来送救命药的。萧天那个大孝子，不是着急救他母亲吗？怎么不肯？王博，你有老人的命要钱，你不能深忍内批吗？先打内批，老子就是等着遭报应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让萧天失去一切。也中了他的计，萧哥马上就来。那他又怎么样了？这萧天不是能耐吗？不是要让龙芯芯片遍布全世界吗？现在连他妈的命都保不住。萧哥，哼，萧大博士这气场，可是比3年前在巨优当技术员的时候强多了呀。不过，再硬的骨头，在亲妈的命面前，也得给我软下来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妈吃的靶向药，全市只有王氏药房有特供渠道。你猜，断药72个小时，
他的癌细胞能疯狂增长多少倍啊？我问你，肖大博士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把你的芯片资料全部给我拷贝过来。你断我妈的药，就是逼我交出芯片资料。这一切都是我的。巨优的股价一落千丈，我父亲现在也在住着院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谁？因为你，盛天。你拿着我们巨优的资源，拍拍屁股走了。你知不知道我要面对什么？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研发的，跟你们巨优有什么关系？肖博士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初要不是王总给你平台，你那点小聪明能有地方施展？现在知道忘了当年狼狈模样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是谁把巨优搞成这样的？你现在还有脸站出来说话？我好歹也是巨优的技术总监，轮得到你个打杂的插嘴吗？萧天，别装的跟救世主似的。你那点芯片的核心算法里，多少流着巨优的血呢？王总不过是想糊点血，至于跟割肉似的？行了，别废话了。萧天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把龙芯的 AI 训练模型还有芯片构架全部给我拷贝过来。只要我确定没问题，我立刻让人把1个月的用药量给你送到医院。这些东西是我们整个团队3年的心血，是让龙国芯片摆脱卡脖子的希望。你让我拿我妈的命来换，到底给不给？我耐心是有限的。我是不可能给你的。这些芯片资料关系到龙国的希望，也关系到上百个人的心血。肖哥，芯片没了还可以再研发，就算从头再来10年，我们也愿意陪你。但阿姨的命，她只有一条啊！是啊，肖哥，王博他就是个疯子，他真能干出来断药的事呀。可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芯片呀，是我们摆脱国外技术垄断的唯一机会。现在要是让出去，就等于把龙国的产业拱手让人。听听，人家多伟大的情操啊！小天，你说说，如果你妈要是断气的话，你拿着这破芯片去那分头割，能给她哭活吗？啊？肖大博士，别自欺欺人了，你那所谓的狗屁东西，在亲妈面前不值一提。识相点，赶紧吐资料。小天，妈送你出国留学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你学成之后可以报效祖国，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。肖哥，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难，但阿姨她这够了。我不可能给你。我妈要是知道我拿龙国的未来换她的命，就算是活下来了，她也不可能原谅我。小天，你他妈疯了！你要你妈死是吧？小天，药拿到了吗？阿姨的旧病复发了，医生说必须马上把药送过来。小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给还是不给？好，我给你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我妈的任何药物你不能有短缺。放心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说过的，我一定做到。这里是芯片的底层代码，还有 AI 的训练模型。我上周刚备份的，你想要的都在这里。你早他妈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净耽误老子赚大钱。走。小天，你不用太担心阿姨，王波这一次还算言而有信，他的确让人把药送了过来，而且我还派人去调查了阿姨服用的药物是什么成分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好，舒瑶，谢谢你啊。跟我还这么客气。对了，今天诺亚和高斯给我发了消息，
他们决定3天后举办签约仪式，并且还是全球直播。这一次，全球都可以看到我们龙芯了。还有3天，诺亚和高斯要举行签约仪式，时间够吗？王总，您放心，萧天的底层代码我已经搞清楚了，3天时间绝对没问题。萧天，这一次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。肖博士，龙芯量产之后，是否会对全球芯片产业造成冲击呢？听说聚优集团也在研发同类芯片，您觉得他们会成为龙芯的对手吗？龙芯的目标不是为了冲击谁，而是要让龙国拥有自主可控的芯片技术。所谓的对手，我们从来不担心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今天签约仪式过后，龙芯芯片将启动量产，预计下个月内就能进入国内车企。肖博士的气场比在科技大会上更足了。高斯的工程师连夜的研究了龙芯的实验数据，说呀，这是他们见过最稳定的构架。看来我们的合作要比预想中更加顺利啊！合作共赢才是目的，希望通过这次的合作，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龙国的科技和潜力。签约仪式还有5分钟开始，肖先生，我们可以准备了。萧天，你还真准备跟他们签约呀？不害怕吃太多，把自己撑死？王波，你还有脸来啊？我说了，只要有我们聚优在，你们龙芯就成不了气候。废物的东西，它只可能是废物。肖博士，识相点就赶紧下台。你以为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真能跟王总比？以聚优现在的技术，能把龙芯按地下踩。这不是聚优集团的王波吗？上次科技大会他都差点被带走了。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！王波，你还敢来？陈总，你别误会，你放心啊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带着十足的技术来的。王总，这是我们聚优研发出来最新的 AI 数据和芯片。王波，你觉得高斯集团还会相信你吗？陈总，你不要用老眼光看我嘛。之前的事情，我承认是我们聚优的错，那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废物。要不是他给我们下套，我们聚优能有错吗？王波，聚优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你自己刚愎自用、胡作非为，跟萧天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闭嘴！有你这个臭娘们说话的份儿吗？朱总、陈总，你们放心，这一次我们研发出来的芯片，它绝对没问题，一定能碾压这个废物口中所指的龙芯芯片。王波，我上次把芯片资料给你的时候，我就没想过跟你争。至于你想要的那些名利，我也从来不放在眼里。你不放在眼里，就把订单让出来呀！一个被我爹滋揉过的穷小子，凭什么站在聚光灯下呀？从骨子里就透露出穷酸和窝囊，连体型都不配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都别想撒回头。无论是龙芯也好，订单也罢，只要有我王波在，你连喝汤的资格都没有。陈总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把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芯片发到你们高斯分部了。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，你们完全可以试一下。如果出了任何问题，我愿意负一切的责任。龙芯跟聚优的芯片我们已经收到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重新检测，谁的稳定，我们就用谁。当然没问题啊，就怕有些人他不敢啊。王波，你确定你的芯片能够超越我？废话，就你一个废物。能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好心提醒你，我上一次给你的核心资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如果你不做任何的改动，直接进行装车实验，依旧是不稳定。肖博士，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们的芯片当然是改进过的最新型。听着，今天我就让大家看到
你这个靠偷技术上位的杂碎，怎么样被我踩在泥里？你以为拿了订单就能翻身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只能是巨优门口那条摇尾巴的狗。我想踢就踢，我想踹就踹。是啊，小田，你还不如赶紧趁机会好好巴结巴结王总，以免出了事儿再后悔。你真以为你能赢得了我？小田啊，小田，你真是蠢而不自知啊！等到现在了还怎么样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着，你的几百亿订单马上要成为我的了！王总，测试有结果了，2辆车跑了100公里，其中1辆直接撞了护栏。技术组拆解后确认，那台车装的是龙芯芯片，散热模块全烧了。不可能，龙芯的芯片怎么会出问题呢？小田，我就说你这芯片是个垃圾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龙芯芯片实测翻车，高速行驶中散热失效。就这种破烂的垃圾，也配拿几百亿的订单？我就说嘛，我们的芯片肯定没问题。小田，听到了吗？我在说你是个垃圾。王波，你确定出问题的是龙芯？怎么，你到现在还想狡辩呀？测试组他全程都有录像，连芯片的编号都拍得清清楚楚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它才叫科技。我们巨优的芯片全程零过滤。小田，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，我或许还能让你当个检测员，天天看着我们的芯片呀，碾压你的垃圾。高哥说了，事成之后呀，给咱哥俩各加20万，让他姓肖的彻底完蛋。那你好好跟我解释一下，这个是谁？看来王博士贼想抓贼呀！是啊，如果视频是真的，那么就是说今天有问题的芯片是巨优，并非龙芯合成的，这绝对是合成的。小田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为了抢订单什么都能说出来是吧？我们巨优的芯片用得着你这个垃圾吗？垃圾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是啊，这肯定是假的，随便找2个人录段视频就能诽谤我。肖博士，你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就不怕遭天谴啊？假的，王波，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波哥，换芯片的事儿，我有点怕，万一被发现了，怕个屁呀！出了事我担着，等拿到订单钱下来了，我再送你一套别墅，再给你500万现金，足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的。都录下来还敢狡辩，这人就活该被抓。难怪上次巨优的芯片会出车祸，原来是惯犯啊！不可能，阿坤怎么会背叛我？你们2个狼狈为奸的东西！你们以为芯片是在过家家吗？知不知道它承载了多少东西？周总，不光的事都是王波逼我的，他比我更敢测试数据，比我换芯片的。放屁！当初是你信誓旦旦告诉我，芯片3天之内能造出来的。是你个废物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实验结果出来了，高斯集团实验室刚刚发来消息，我们对2辆实验车的芯片进行了2次检测，发现出问题的芯片表面有明显撬动痕迹，而且内部结构跟你们巨优集团发过来的样本一致。也就是说，这次出问题的芯片就是你们巨优集团的。小天，这个阴险的老鼠！我看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巨优集团商业欺诈、偷梁换柱，你不仅要弥补高斯集团的一切损失，而且你还要受牢狱之灾。我进去了，你们能好过吗？你当初不是说让他们龙芯用我们的生产线生产吗？我告诉你，白日做梦！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交代过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生产线它立刻停摆。到时候我看萧天拿什么教我？巨优的生产线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能满足龙芯产量进度的，重新搭建至少需要半年，而诺亚的订单下个月就要交货。王波，你出尔反尔，当初萧天救了你，你明明说过会把生产线拿走。呸！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，还要用我的生产线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王波就算进了监狱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
而且这条生产线1年保养费用就要1个亿，你们龙芯刚拿到投资，拿什么接来呀？就算你们要重建生产线，没有10个亿，你们连门都摸不到。小天，你不是很无奈吗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没了生产线，你那堆芯片，它就是一条废铁。我看到时候你拿什么跟高斯还有诺亚交货？如果生产线停摆，那么高斯的芯片也会出现问题。小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跪给我道歉认错，求陈总放我一马，我还能让生产线重新运转。不然，大家一起完。一条生产线而已。王波啊，你太把自己看成个东西。一条生产线而已。王波啊，你太把自己看成个东西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给我的宝贝女儿，还有未来的合作伙伴捧场啊。林伯父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其实我已经回来考察3个月了。龙芯的技术报告我已经看过了，比当年你在德国的构想呀更加成熟。小天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这次回来我带了100个亿，用于投资龙芯生产线。说的好听啊，拿着国外的钱来龙国搞芯片，你安的是什么心啊？大家听清楚了，这个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，拿着国外的钱来搞投资，就是想把我们的技术全都运到国外去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爸是龙国人，他每年给国内科研基金投资上亿，你凭什么污蔑他？我看啊，你们就是演给外人看的。等你们技术成熟了，这转手就卖给外国企业，到时候我们还是会被卡脖子。小铁，你为了钱和外国人合作，还口口声声说要报效祖国，真他妈恶心！闭嘴吧，自己搞欺诈还有脸说别人？林老先生的名声在业界响当当，轮得到你污蔑他？王总说的没错，我是从国外回来，但是我的根在这里。这10几年，我投资了10家半导体企业，没有一家外资控股，所有专利都属于中国公司。我之所以看好萧天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技术，更是因为他3年前放弃了外面的糖衣炮弹，坚持让龙国研发出自己的芯片。这样的人才是我该投资的。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？王波先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向萧天母亲刘桂珍提供的靶向药涉嫌成分篡改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那些药品都是我从王氏药店拿的正品药，怎么可能有假？你们搞错了。这是化验结果，在报告中显示，你提供的药物中有效成分含量不足标准的3成，长期服用不仅无法抑制癌细胞，反而会加速病情恶化。你这还有吗？萧天，你先冷静。像他这种畜生，迟早会受到法律的审判。你不能因为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？对不起啊，萧天，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其实当初在医院接收到药物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不安，所以偷偷送了份样品到化验。发现成分有问题时，签约仪式已经在即了，我怕你分心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配了专业的药物，阿姨的病情已经稳定了。是你去把我弄死你！警察同志，我是为他俩陷害的，是萧天和林书瑶给我做局，他们要我死啊！跟我走。萧天，我告诉你，我进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了。走。哎，抓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根据我们调查，你涉嫌商业欺诈，跟我走。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我知道你要担心的不只是阿姨的病情，还有龙芯的未来。有些事情我替你扛一会儿也没有关系。好了，闹剧已经结束了，签约仪式可以开始了。邢部长，请。龙芯初上时，有人问我，龙芯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不是成为全球第一，赚多少钱？今天，我就能回答他们，龙芯的目标，从来不是成为全球第一，也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要让每一台国产设备都能够装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芯片。好，我可以在这里向所有人保证，龙芯所有的技术专利
永远属于龙国。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我们绝对不会以核心技术做交易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芯片里不仅有电路，还有千千万万人的期待，有一个国家的底气。根据最新报道，龙芯芯片全球市场占有率50%，成为全球第一。怎么了？感觉你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我想起来，4年前在德国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说，龙国永远造不出芯片，只配组装别人的零件，还说我们永远搞不出高端技术。他们说，我们只能回家种苹果。在那时的我，只能默默地低下了头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刚刚接到了通知，他们邀请你去国外演讲。好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清楚，这个就是我种下的苹果。